手里拿着 SpaceX 的人先别划走。接下来你的持仓会不会继续亏？马斯克说了不算，火箭再上天也没用，最终只看一件事儿：陌生的买家愿意出多少钱接盘。从225美元对应近3万亿市值的疯狂神话，到如今直接砸破135美元发行价，泡沫破裂的速度比火箭升空还快。所有人都在盯着8月6日9.115亿股解禁，以为当天才是砸盘大限。但我今天要告诉你，真正的风险从来不是几亿股同时砸出来，只要多出来一小撮想变现的卖家，买方就会立刻撤掉高价买单，往下重新报价。接下来我会拆掉3个最致命的数字错觉，把解禁的真实卖压、财报必盯的生死指标，以及判断股价企稳的核心信号全部拆透。看完你就懂，为什么再伟大的公司买错了价格，一样能把人套到怀疑人生。我想先拆掉一个最危险的数字错觉。市场曾经谈论的近3万亿美元是历史高价乘以当前近似股本得到的隐含市值，它描述的是某个价格下市场给全部股份贴出的总价标签，不是3万亿美元现金进入了 SpaceX 的银行账户。这两个数字听起来都很大，性质却完全不同。一个是市场定价，随边际成交不断变化，一个才是公司真正拿到可以投入经营的资金。如果把估值当成融资额，你会高估公司的现金厚度，也会低估价格回落时市值收缩的速度。SpaceX 的 IPO 基础定价是每股135美元，基础发行5555555股，全部超额配售行使后，总发行638888888股，近似总股本约131.59亿股，募集规模和总市值差的不是一点精度，而是两本完全不同的账。我观察市场狂热时，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把几个带有万亿字样的数字揉成一团。数字越大越容易制造实力感，媒体概括越短越容易丢掉口径，可投资判断恰恰藏在口径里，少问一句这个数怎么来的，风险就可能留在账户里。所以看到近3万亿美元，先别急着把它理解成公司已经创造了同等规模的可支配价值，它更像一张市场在高情绪高预期下开出的远期支票。支票能不能兑现，不只取决于火箭能不能飞，还取决于收入、利润、资本开支和现金流能不能跟上。这就带出一个让很多人不舒服却必须面对的区分：伟大的产业不等于任何价格都值得支付，执行力很强的公司也不等于股票永远是安全交易。公司和股票有关，但从来不是同一个东西，把它们混在一起，往往是追高之后最难承认的误判。SpaceX 的产业想象当然强，可重复使用火箭改变发射成本，星链扩展通信边界，长期愿景还可能打开更大的空间，这些都可以成立。但高估值意味着市场已经提前支付了相当多的成功，甚至把多年后的顺利兑现压缩进今天的一次成交。价格越高，对还不错的容忍度反而越低。低估值公司交出一份普通财报，市场也许觉得符合预期，高估值公司即便增长，投资者仍会追问增长够不够快，质量够不够高，现金消耗是否可控。真正麻烦的地方常常不是业绩差，而是业绩没有好到足以支撑价格。我更倾向于把高点后的回落理解成预期价格发生变化，而不是急着给公司判定好坏。股价从高位回落，不自动证明火箭业务变差，也不表示星链失去价值，它只说明边际买家愿意为同一套未来支付的金额变少了，这已经足以让账户承压。跌破发行价也是同样的道理，135美元不是一堵保证不破的墙，只是 IPO 建立交易的基础定价，价格来到它下方，说明公开市场给出的即时判断弱于发行时的定价平衡，这个信号值得重视，但它仍不是对公司终局价值的盖棺定论。很多人听到解禁，脑中会立刻出现巨量卖盘，这种反应太快了。解禁只代表原来受限制的股份取得转让资格，不代表持有人会在同一天按下卖出键，更不代表9.115亿股会同时进入市场。把资格直接等同于抛售，会把风险分析变成情绪判断，但如果因此认为解禁无关紧要，也会看漏另一半。限制存在时，潜在供给被制度挡在场外，限制解除后，持有人多了一个选择。即使多数人不卖，市场也必须为这种选择重新定价。供给没有真的涌出，供给的可能性已经改变了买卖双方的谈判位置，这正是我真正担心的部分。
股价不是由全部股东的平均想法决定，而是由边际上的买家和卖家撮合出来。只要一小部分新获资格的股份寻求流动性，市场就要找到相应深度的资金承接，承接弱，价格需要让步，承接强，冲击才可能被消化。首份财报发布后的第二个完整纳斯达克交易日，按当前日历是8月6日，最多 9.115 亿股解除转让限制。这里的最多很关键，因为它给出的是资格上限，不是成交预告。面对这个数字，正确问题不是会不会全部卖，而是其中有多少持有人有变现动机，买盘又愿意在哪个估值上接住。还有一条容易被标题遮住的边界，马斯克持有的股份不参加这批早期释放，他的股份有更长锁定安排。早期解禁不能被写成马斯克要卖股，持有人真实出售比例目前也未知。如果把 9.115 亿股乘以135美元，名义规模大约是1230亿美元，这个数字足够吸引眼球，也很容易被误写成实际卖压。我要提醒大家，它只是按发行价做的换算，帮助我们理解潜在供给的量级，不是对某一天卖出金额的预测。可1230亿美元也不能随手划掉，它提醒我们潜在供给规模很大，实际冲击必须结合成交量、持有人出售意愿和买盘深度判断。真正值得盯的是成交量有没有明显扩张，价格在放量时能否稳定，以及下跌时买盘是否愿意主动接近卖方报价。供给冲击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特点，市场往往提前交易预期，解禁日没有到，短线资金也可能先降低风险，潜在买家可能等待更便宜的价格，持有人则会重新衡量机会成本。于是价格压力不一定集中在某一天，它可能分散在财报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也是为什么解禁日必跌并不可靠。若所有人早已知道日期，价格可能提前消化；若财报足够强，新增买盘可能覆盖供给；若早期股东没有出售意愿，实际冲击也会很小。单看日历下结论，等于知道潮汐时间，却没有看风向和水位。招股书里还有额外 4.558 亿股，但条件是首份财报日前的10个连续交易日里，至少5天收盘价达到发行价的130飞，也就是 175.50 美元。截至7月31日，再加剩余交易日，这个条件已无法满足。市场面对的是分批供给，不是一道闸门完全打开。我很在意这个细节，因为风险预警不能靠夸大，把具备资格说成必然抛售。短期很抓人，却会让观众失去判断尺度。真正有用的分析，应该把每批股份的条件、时间和上限分开，再观察现实成交如何回应，而不是先写好结局。同样需要记住8月20日这个节点，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倒计时，而是检验市场能否建立新平衡的下一张考卷。前一批资格释放后，如果成交活跃，价格承接稳定，市场会获得更多信心。如果量价关系持续变弱，后续供给预期就会更敏感。这样看，8月4日的财报就不只是收入高于或低于预期那么简单。它出现在供给结构变化之前，会同时影响两类人：愿不愿意继续支付高估值的买家，以及拿到转让资格后是否愿意继续持有的早期股东。两边的判断会在同一个价格里相遇。一份强财报能做的是提高未来现金流预期，让持有人觉得继续持有仍有吸引力，也让新资金觉得当前估值并非完全悬空。但强不能只靠一个增长数字来定义，市场会追问增长从哪里来，能否持续，需要付出多少资本，以及最终能留下多少现金。我建议重点看收入质量，而不只是收入规模。来自不同业务的收入稳定性和利润含量可能不同，一次性因素带来的跳升与可重复可扩张的增长，市场给出的估值不会一样。数字表面越漂亮，越需要问它能不能在下一期再次出现。分布利润也很关键，火箭与星链共享一个宏大故事，但经营阶段成本结构和资本需求并不相同。只盯合并后的增长，容易把成熟业务的贡献和仍需大量投入的部分混在一起，拆开之后才看得清哪里在创造现金，哪里还在吞噬现金。资本开支可能是这份财报里更有分量的信号。太空产业不是轻资产生意，扩张需要持续投入，投入本身不坏，甚至可能是未来竞争力的来源。问题在于投入增长能否换来足够高的回报，以及融资环境变化时公司能不能保持节奏。现金与债务则决定故事能跑多远。
账面现金充足，经营现金流改善，公司面对扩张和波动就更从容。如果投入速度长期快于现金创造，市场迟早会讨论新的融资需求。估值越高，这类讨论越容易从远期担忧变成眼前的折现调整。所以我不会把8月4日理解成利好或利空开关。财报真正决定的是市场有没有新的证据继续相信当前价格，也决定早期股东面对流动性选择时继续持有的理由是否增强。这个判断需要几组数据共同支持，单个标题远远不够。这里还有一层容易被热度遮住的事实，好消息对高估值股票的作用取决于它有没有超出已经被价格写进去的期待。同样一项进展，在低预期环境里可能带来惊喜，在高预期环境里却只是按时交作业，故事没有变，定价反应可以完全不同。马斯克的个人影响力可能让这种差异更明显，他能把技术愿景转化成公众注意力，这种注意力也可能影响市场风险偏好。但注意力不是现金流，个人号召力不能替代财务兑现，封面上最醒目的人未必是财报里最重要的变量。我不是要否定马斯克，更不是否定 SpaceX， 恰恰因为公司足够重要，分析才更应该把人物光环与股东回报分开。你可以相信长期愿景，也必须承认买入价格会改变回报空间。看对公司却付错价格，仍然可能得到难受的持有体验。这也是伟大公司、昂贵估值、安全股票之间最需要切开的边界。伟大公司说的是经营能力和产业位置，昂贵估值说的是市场已经支付多少未来，安全股票还要考虑价格、供给、流动性和持有人结构。3个判断不能用同一个故事直接回答。如果自由流通股份较少，少量买盘就可能把价格推得很高，稀缺感会强化叙事。可当可转让股份增加，同样的买盘需要承接更多供给，以前由稀缺支撑的溢价是否还能保留，要看资金深度，而不是看社交媒体上的热度。机构通常会把这件事做成情景分析，而不是压一个方向。财报强，持有人惜售，买盘深，解禁冲击可能有限；财报普通，估值仍高，部分股东寻求流动性，价格就需要寻找新的平衡。2种路径都可能发生，关键是数据正在把概率推向哪边。散户容易吃亏的地方是在变数最多时追求一句确定答案。有人只想知道财报后究竟涨还是跌，有人把1230亿美元直接当成卖单。可市场不会因为我们需要简单结论就自动变得简单，越是复杂节点，越要把结论拆成可观察信号。我会先看业绩有没有兑现高估值要求，不是只看增长方向，而是看增长质量、利润改善、资本开支与现金流之间能否互相解释。若数字只能支撑公司不错，却支撑不了价格很贵，估值压力依然会在。接着看解禁节点前后的成交量与价格承接，放量不一定坏，关键是放量时价格能否稳住，缩量也不一定好，因为它可能代表买家在等待。量和价必须放在一起，才看得出市场是在主动吸收供给，还是靠卖方暂时克制维持平衡。我还会看跌破发行价之后，价格能否快速收回，还是把135美元从支撑变成压力。收回意味着发行定价附近仍有资金认同，反复受阻则说明原有锚点正在松动。这个信号比一句破发很危险更具体，也更容易验证。8月20日前后，市场是否形成新的成交中枢，同样值得跟踪。若前一轮供给预期已经被充分吸收，后续节点可能不再带来同等紧张。若价格和成交一直找不到平衡，新的资格释放就会放大谨慎情绪。日期本身不说话，量价会替它说话。更深一层，要看估值讨论有没有回到自由现金流、资本开支和股东权利。如果市场仍只讨论火箭次数、宏大愿景和马斯克的下一句话，说明定价可能还被叙事主导。叙事能推动价格，却很难永久绕开股东最终能获得什么。股东权利尤其容易被普通投资者忽略。相同的公司前景放在不同股份安排、流通条件和治理结构下，对股东的经济含义可能不同。账户里买到的是一项具体证券，不是抽象的公司梦想。证券条款不够耀眼，却会实实在在影响定价。这4组观察放在一起，价值不在于帮你猜中某一天的涨跌，而是让你知道市场为什么变化。业绩决定估值证据，成交决定供给承接，后续节点检验新平衡，现金流与股东权利决定叙事能否落到持有人回报上。
SpaceX 的规模还让这次定价可能影响更广的市场。不过这个影响必须带着条件说，超大 IPO 会吸引风险偏好和资金注意力，近3万亿美元的高点也会给成长资产建立新的想象锚，但它不会机械地从每只股票里抽走一笔固定资金。只有当资金高度集中，被动配置需要调整，情绪出现联动或者杠杆交易参与其中，影响才更容易被放大。资金为了参与热门资产而腾挪仓位，相关科技和主题资产的风险溢价就可能一起变化。这里是传导渠道，不是必然因果。我会特别警惕估值锚的外溢。一个明星公司获得极高定价，投资者可能拿它去证明其他成长资产也应该更贵。一旦明星公司的估值回落，同一套比较又可能反向工作。价格锚变化很快，企业兑现现金流的速度却没有那么快。这种时候，相关资产未必基本面同步恶化，价格却可能一起承压。原因不是 SpaceX 直接改变了他们的收入，而是市场重新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更低的远期估值或者更充足的现金流证据。理解这一层，才不会把联动波动误读成公司突然失去竞争力。当然，反方向也成立。如果财报强到足以提升长期现金流预期，新增可卖股份又被深度买盘吸收， SpaceX 可能反过来强化成长资产的估值信心。市场不是只会沿着风险方向传导，证据足够强时，资金也会重新追逐增长。所以我的判断不是解禁必然带来冲击，而是解禁让原本被稀缺筹码遮住的估值问题更难回避。此前买家只需要竞争有限流通股份，之后还要面对更多持有人拥有出售选择，供给一变。故事需要更强的财务证据才能维持同样价格。若早期股东并不急于卖，新增供给只是纸面可能。若市场已经提前消化，解禁当天甚至可能出现压力释放后的稳定，这些都是合理的失效条件。风险分析必须允许自己被事实推翻，否则就不是分析，只是在给预设立场寻找材料。我希望你注意到，这套方法并不只适用于 SpaceX， 任何高叙事、高估值、低自由流通的热门股票都可以把价格、供给和现金流分开看。热度告诉你市场在关注什么，却不能告诉你支付多少才合理，更不能保证退出时仍有同样热情的买家。当一家公司占据所有注意力时，最难做的动作不是追上新闻，而是把速度降下来。问清3万亿美元是什么口径，问清 6.39 亿股对应什么融资，问清 9.115 亿股只是获得资格还是已经成交，再问1230亿美元到底是不是实际卖盘。这些问题看起来不刺激，却能保护判断不被大数字带走。我长期看市场的一个感受是，真正伤害账户的往往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知道了一个耀眼事实，就误以为自己理解了全部。火箭可以升空，估值仍然要接受地面的现金流检验。8月4日以后，不妨把注意力放在可复核的信息上，业绩有没有让长期现金流预期上移，资本开支有没有清晰回报路径，早期股东的出售意愿有多强，成交量能否吸收潜在供给，135美元附近的定价平衡是否重新建立。到了8月20日前，再看市场有没有从情绪交易转向基本面交易。如果讨论焦点开始回到利润、现金、债务和股东权利，说明投资者在认真重估。如果所有判断仍围绕人物热度和单日涨跌，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暂时被噪音盖住。我最想让你带走的不是一个看多或看空的标签，而是3本分开的账。估值账回答市场提前付了多少未来，供给账回答谁在什么时候拥有出售选择，现金流账回答公司最终能拿什么支撑股东价值。3本账对不上，故事越热，波动可能越大。看对一枚火箭并不难，难的是看对公司以后还记得问价格。相信马斯克的执行力，也不妨碍你核对解禁表。认可 SpaceX 的产业价值，也不等于忽略自由流通供给。成熟的判断从来不是站队，而是让证据在不同阶段拥有更大权重。你更关注8月4日财报里的现金流，还是财报后 9.115 亿股的承接？你认为市场已经消化了解金预期，还是仍在用稀缺性维持高估值？欢迎把你的观察留在评论区，我们可以等量价数据出来以后再回来核对今天的判断。如果你也希望在市场最热的时候保留一点冷静，可以订阅这个频道，这里会继续把热门叙事拆成价格，
供给与现金流少猜一次单日涨跌，多建立一套能够反复验证的观察方法。市场里没有人能替你承担波动，也没有一个公开数字可以替你完成判断。这期内容基于给定信息做分析，只提供观察角度，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请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持仓结构和独立研究谨慎决策。因为越像确定答案的故事，越需要给未知风险留出位置，